如果你追踪这个频道有一阵子，应该已经知道我在连续2年的夏天都有安排一点时间在欧洲旅行。那不管是探索新的国家，回味一直以来我都很喜欢的欧洲美食，或是捕捉到各式各样的欧洲风景，然后和大家分享。偶然跟朋友聊天的时候，我才意外的知道，其实大家对于去欧洲旅游这件事情是感觉很遥远的，对于一些可以省下旅费的技巧也不太熟悉。所以今天这个影片我会完整的公开今年去欧洲2个礼拜4个国家搭乘台北往返维也纳直飞班机的总花费。你们可以先猜一下一共花了多少钱，我也会根据不同的面向分享我在控制预算的一些考虑，这样轮到你们安排旅程的时候也会有办法可以照着做。但在开始之前，我想要和大家先分享最新设计的旅游摄影年历开放预购了。作为一名影像创作者，我尝试用不同的媒介分享作品，也希望在每天的生活中加入有质感的元素。那这次2024的桌历收录了我的摄影生涯到目前为止最喜欢的旅游摄影作品，加上全新的设计和呈现方式，希望在新的一年给你满满的质感和对于旅游的启发。预购的价格是350元，那因为数量不多，如果有兴趣也真的很喜欢，就欢迎在预购时间内预定，连结我放在影片下方的资讯栏，很期待把成品送到你们手上。我在安排每一次的旅程都会准备像这样子的表格，所以我可以很清楚的知道实际的旅程天数、交通工具和它的准确搭乘时间，还有住宿的地址这几个完成一趟旅程的最基本要素。这个表格能让我更有条理的预定旅程中每个城市的住宿时间、点和点之间的交通，并且评估各个项目的开销。也可以让我在一些需要提供给海关或是签证单位辅佐证明的时候，可以很简明扼要的汇整资讯。那接下来我会分开讨论住宿、交通、餐食和活动。这次在欧洲旅行的4个国家分别是斯洛伐克、匈牙利、克罗埃西亚和奥地利。一个人11个晚上的花费是14226，也就是说平均下来一个人1个晚上的住宿费用是1293。在欧洲旅游的住宿方面，我的首选绝对是 Airbnb。我认为这个是旅游体验很重要的一部分。几个主要的优点包括，你可以住在特别有当地味道的住宿空间，而不是像一些连锁饭店，在什么城市基本上都是一模一样的风格。获得和当地人 （A.K.A. 房东）交流的机会，也可以更了解一个城市比较内行的生活方式。那还有用比饭店更合理的价格住在城市中最方便精华的地区。在选择 Airbnb 的时候，我也会特别考虑所在地区的安全性、交通便利性和是否能提供其他价值的可能性。例如，有很多住宿的空间，它的质感就很适合摄影。那不管是在拍人像或是拍摄 YouTube 影片，就都会有额外利用的机会。在交通部分的花费，往返台北和维也纳的长荣直飞机票是34925元，加上4个国家之间移动的火车票、客运车票和机票，一共是6408。从台湾到欧洲这2年的票价基本上就是落在35000元上下，没有什么弹性。只能从转机的次数和抵达时间去尽量选择对旅游最有利的选项，但到了欧洲，相关的选择就会变蛮多的。大部分时候，你不管是选择火车或飞机的交通方式，都能因为不同的日期和交通的时间，找到特别便宜的这种票价组合。差别就是在于选择飞机，就还会有行李的费用，还有往返机场，还有候机的时间，但好处是可以节省实际搭乘交通工具的时间。火车的路线通常就是由一个市中心到另外一个市中心，虽然花的时间比较长，但相对来讲会有更高的方便性。这次为了去克罗埃西亚，因为没有别的交通方式，所以搭了几趟公车。但除了票价比较便宜之外，没有必要的情况下，我实在看不出来搭客运会有什么好处。而在城市中的移动，我通常就是在步行、大众运输和计程车之间，就是依照情境做最合理的选择。走路对体力和时间的消耗非常大，但好处是可以减少开销和增加有氧运动的机会。那如果选择搭乘大众运输，一定要先了解是否有那种类似1日票、2日票的方案。至于计程车，我通常就是在一些大件行李需要在比较特殊的地形上搬运，或者是如果和
搭乘大众运输没有很明显的票价落差的情况下，才会去做选择。总计在所有城市内的交通，一个人的花费就是1097元。在饮食的部分，欧洲大部分主要城市都有很多的超市和传统市场。那不止食材丰富，伙食费换算台币也会发现比在台湾的超市采买还要更便宜。常常700-800元的台币就已经能提供2个人2天的3餐，那包含足够的淀粉和蔬果、丰富的蛋白质和饮料点心。这时候刚刚提到的 Airbnb 就发挥了最大的功能，在节省开销之外，还能确保饮食的干净清爽，也摄取到足够的营养。而既然已经到了欧洲，怎么可能不试试看当地才有的料理？通常 Airbnb 的房东他都会提供附近值得吃吃看的餐厅建议，房东和餐厅大部分也不会有直接的利益往来，所以有了这个在地的推荐，也能减少踩雷的机会。至于不同国家、不同城市外食的费用就落差比较大，那每个人能接受的预算也不同，这个部分就麻烦大家自己去做斟酌了。另一个开销的项目就是在行程规划的方面，确实有一些欧洲的景点或是博物馆的入场券就很贵，但归根究底，既然都是去自助旅行的，哪些是自己真正有兴趣的，哪些是别人觉得一定要去的，在行前做功课的时候就应该可以分清楚了。例如我自己很喜欢看一些在历史上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的艺术品，但大部分的博物馆其实就算去了很多次，真正能内化在自己身上的内容就还是蛮有限的。这些预算可以节省起来，或是作为其他的用途。很多我喜欢在欧洲的体验，像是拍到一些自己喜欢的照片那还有坐在草地或是沙滩喝饮料、晒太阳，或是跟当地人互动、打个篮球之类的，这些事情我认为更有欧洲生活真正的样子，也完全都是免费的。总结来说，我在日常开销方面的基本饮食、付费的行程的安排，还有网络卡、健身房等等，加上前面提到的交通和住宿，一个人在欧洲玩2周，4个国家总共花费就是大约落在63000元左右。我不确定这个价钱对大家来说是比想象中的高，还是比想象中的低。我在 Instagram 上让大家投票，结果有最多人认为这趟旅程的总花费应该落在8到10万元，算是比实际花费多了3-4成吧。但说到底，每个价钱都有每个价钱适合的玩法。我不认为我有在旅程中有刻意的要节省开支，毕竟该喝的咖啡、该吃的在地料理、想去的所有旅游景点等等，各式各样的旅游体验，也一个都不缺。不看机票这种不能协调的项目，剩下的开支我所换到的是欧洲旅游满满的体验和启发，还有不管是在照片和影片多样的素材内容累积。透过这个影片，我希望能分享的概念是，其实欧洲的旅游并没有大家想象的这么遥远。有时候你需要的就只是更开放的生活态度，以及对旅程安排更多的想象力。有任何想法或是经验，都欢迎你留言讨论。那今天的影片内容就到这里，如果你喜欢的话，可以帮这个影片按赞。那想要收到最新的2024旅游摄影年历，欢迎点影片下方的连结预购。那我们就下部影片见了，拜拜。